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实话。你有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真的是越来越老了？大家走到街上，去到公园，甚至到医院挂号拿药，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白发族。每个人都想长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活到80、90甚至100岁，但是大家心里也都有一种恐惧，那就是害怕活得久却活得受罪。在医院的病床上插满管子，或者在轮椅上失去意识，那样的长寿根本不是福气，而是折磨。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健康、有尊严，能够自己走动、自己吃饭的长寿。到底最简单、最有效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呢？很多人第一直觉会说是每天走1万步，或者是每天拼命喝水，其实这些观念都不完全正确。今天这期节目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真正经过岁月检验的养生大智慧。我是主播张宏志，在台湾的长照体系和安养院工作了整整30年，从基层的照服员一路做到安养院院长，现在已经退休了。这30年来，我亲眼看过成千上万的老人家，看过他们晚年的各种姿态。有些人到了90岁依然健步如飞，头脑清晰，有些人却在60多岁就因为各种慢性病而卧病在床。看多了生老病死，我深深体会到，健康的老后生活绝对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累积下来的。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位在医界享有盛誉、高龄93岁的国宝级老中医的养生之道。我们尊称他为林医师。林医师虽然已经93岁了，但每个星期大家依然会在医院的特诊部看到他满头银发为病患看诊的身影。凡是见过林医师的人都说他看起来顶多70岁出头，这绝对不是客套话。林医师除了听力因为年纪关系稍微有点退化之外，他的皮肤依然有光泽，视力保持得很好，记忆力更是惊人，看诊时病历过目不忘。他的血压完全正常，体重常年维持在50公斤上下，每天都能睡满6个小时的安稳觉。虽然每周还要高强度的坐诊2天，但他说话依然中气十足，走路也不需要人搀扶。很多病患和家属看到林医师这个状态都觉得非常神奇，经常私下跑去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长生不老药，或者是不是每天都在吃极其昂贵的稀有药材。林医师每次听到这些问题，总是笑着挥挥手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仙，更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如果真的有那种吃一颗就能永葆青春的秘方，他早就无私地公开给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了。林医师虽然嘴上说的轻松，但在许多次的医学交流和媒体访谈中，他其实非常慷慨地分享了他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方式。这些方法听起来真的非常平凡到很多人听完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真正的挑战在于持之以恒。今天我就把林医师这些宝贵的经验，结合我30年安养院的实务观察，整理成几个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掰开来揉碎了，详细的讲给我们台湾的中老年朋友听。我们首先来聊聊每天都要面对的饮食问题，特别是关于吃不吃营养品和油炸食物这件事。说到饮食习惯，林医师的原则非常简单，那就是荤素不忌，什么都吃，绝对不挑食。但是有2种东西他这辈子几乎绝对不碰。第一种就是各种号称有神奇功效的保健营养品，第二种就是油炸食品。林医师坦言，他自己基本上不吃任何市面上的补药。电视广告里那些讲的天花乱坠，号称吃几天就能固骨本、通血管的昂贵营养品，他从来不去尝试。他唯一会喝的一点补品，就是家人孝敬他的西洋参，偶尔泡点水喝，仅此而已。他的饮食口味一直保持得很清淡，那些经过高温油煎、油炸的食物，像是炸鸡、油条、炸排骨这些容易让人上火，引起身体发炎反应的食物，他都是敬而远之的。林医师始终坚信一个中医的千古名训，那就是药补不如食补。在我们日常的3餐中，只要搭配得当，五谷杂粮，当季的蔬菜水果，
优质的蛋白质，这些天然的食物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量和营养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天然食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和代谢，远比那些人工合成的高浓度药丸来的安全、温和且健康。讲到保健食品，这真的是我30年安养院生涯中看过最多老人家吃亏上当的重灾区。我必须要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告所有台湾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把吃保健食品当成吃糖果一样随便。现在的社会，老年人已经成了各种保健品诈骗和推销的头号目标。你们去公园散步，或者参加一些来路不明的免费健康讲座，拿免费的鸡蛋和沙拉油，最后一定都会被推销各种昂贵的保健药丸。目前市面上真正经过严格临床实验证实有效且品质有保障的保健品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那些根本没有医学根据却被包装成能够治百病的神药。很多老人家背着子女，花光了自己的老本，买了一堆瓶瓶罐罐藏在床底下，吃这些来路不明的保健品，不仅浪费了辛苦存下来的退休金，更可怕的是会对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些黑心保健品为了让老人家吃了立刻有精神，会偷偷添加过量的类固醇或是其他西药成分。老人家刚吃下去觉得精神百倍，关节也不痛了，还以为买到了仙丹，结果长期吃下来，身体的免疫系统崩溃，甚至引发严重的药物性肝损伤或是急性肾衰竭。在临床医学的统计上，有相当高比例的肝脏和肾脏衰竭案例，都是因为民众私下滥用来路不明的草药和保健食品所引起的。根据过往的市场调查数据显示，我们台湾民众每年花在购买保健食品上的金额高达数百亿新台币，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消费主力是中老年人。许多不良的直销人员或是地下电台的主持人，就是利用老人家怕生病、怕拖累子女的心理，用夸大不实、恐吓甚至欺骗的手段来榨取老人家的钱财。有些夸张的案例中，老人家因为迷信保健品可以致癌，反而耽误了正规的医院治疗，最终赔上了宝贵的生命。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也为了不要让子女操心，请大家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包，生病就去看正规的健保门诊，千万不要随便乱买乱吃地下电台或是不明推销员卖的保健食品。把饮食的观念厘清之后，我们来看看林医师平时是怎么做身体保养的。他的保养方法说出来大家可能会笑，因为这些方法不仅简单，而且完全不用花半毛钱，那就是每天早晨梳头，常常按摩穴道，还有每天晚上睡前泡脚。中医有一句老话说，发为血之余。林医师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下床，而是坐在床边，用自己的双手代替梳子来按摩头皮。具体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双手的10根手指头微微弯曲，像爪子一样，用指腹的力量从额头的发际线开始，顺着头皮慢慢的往后脑勺梳理、按压，每天早上重复做个几十次。头皮上布满了我们人体重要的经络和穴道，这样简单的动作可以非常有效的促进整个头部和脑部的血液循环，让大脑的供血量充足。这也是为什么林医师到了93岁记忆力依然这么好，甚至连白头发都比同龄人少得多的原因之一。除了梳头，林医师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花点时间按摩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背部的穴位。我们的背部脊椎两侧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脏腑俞穴，像是心俞、肝俞、肾俞等等。这些穴位就好像是人体内脏对外的开关，适度的拍打和按摩这些部位，可以帮助打通全身的经络和血脉，让五脏六腑的气血运行更加顺畅。如果你们自己按不到背部，可以请老伴或者子女帮忙轻轻拍打，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家人互动。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保养习惯就是泡脚。当我们白天劳累了一整天，特别是有些老人家容易有关节酸痛、下肢血液循环不良的问题，到了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前，用温热的水泡泡脚，是一个极佳的养生方法。脚底被称为人体的第2个心脏，
热水泡脚可以促使血液往下肢流动，减少脑部过度充血的状态，这对于降低血压、平稳情绪有着非常显著的帮助。我以前在安养院管理的时候，特别推行了睡前泡脚的活动，结果发现那些长期失眠、半夜容易醒来的老人家，在养成泡脚习惯后，睡眠品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甚至连安眠药的剂量都能慢慢减少。谈完了静态的保养，我们必须要谈谈运动。林医师对待运动的哲学是动静结合，也就是古人说的动之以静，静之以动。林医师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个运动健将，非常喜欢打篮球。现在虽然年纪大了，骨骼和关节不允许他再做那么剧烈的运动，但他依然坚持人活着就一定要想办法活动。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只有持续不断地给身体适度的刺激，细胞才会保持活力。但是林医师的运动观念非常理性，他强调年纪大了之后的运动，重点在于维持身体的灵活度与平衡感，而不是去跟年轻人比力气、比速度。该运动的时候就要动，但必须要量力而为，比如散步、打打太极拳、做做伸展操，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运动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坚持，绝对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在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之后，更要懂得适可而止。我经常在公园看到一些老人家，为了追求健康，每天疯狂地去爬山，去走几万步的阶梯，结果不到半年，膝盖的软骨全部磨损发炎，最后只能去医院开刀换人工关节。这就是过度运动造成的悲剧。除了身体的活动，林医师也非常重视脑力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静之以动。他非常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下阅读医学古籍、看报纸，吸收新的知识。他也热爱旅行，只要是医院或是工会组织的旅游活动，他一定积极报名参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同的人群和风景，能让大脑不断接收新的刺激，这对于预防老年失智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接下来要谈的这一点，我认为是所有长寿秘诀中最困难但也最核心的一环，那就是心态。林医师坦言，养生说到底，关键就在于要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心里如果总是装满了愁苦，每天都在焦虑担忧，那各种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中医常说郁结伤肝，思虑伤脾，情绪对身体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林医师说，活到他这个岁数的人，谁没有经历过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故、人生的风风雨雨？生活中一定会遇到不愉快、不顺心的事情，可能是子女不听话，可能是跟邻居有摩擦。关键在于你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去面对和消化这些负面情绪。林医师天性非常乐观，而且他非常喜欢跟不同年龄层的人交流。他不把自己封闭在只有老年人的圈子里，他乐于跟年轻的实习医师聊天，了解现在社会的流行趋势，这让他的思想永远不会跟社会脱节。他认为这才是保持青春活力的唯一捷径。你们可能很难想象，林医师的学生甚至爆料，这位90几岁的老奶奶私底下非常喜欢玩掌上型的游戏机，特别是俄罗斯方块玩得极好，这不仅锻炼了他的反应能力和手眼协调，更是他排解压力、保持童心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一般的中老年人该如何培养这种良好的心态呢？说白了，想得开这3个字就是良好心态的最高境界。只要你想得开，你就一定能看得透这世间的纷纷扰扰。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人生的下半场就应该要活得豁达一点。对于物质的享受，对于外在的面子，要懂得知足常乐；对于子女的发展，对于无法改变的现实，要学会顺其自然。笑口常开不仅仅是俗话说的笑一笑10年少，它更是经过科学证实的长寿密码。当我们大笑的时候，大脑会分泌脑内啡，这是一种天然的止痛药和抗忧郁剂。当然，我们是人，难免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遇到突发状况或者生气的事情，要尽可能的控制情绪的爆发。
这里说的控制，绝对不是叫大家忍气吞声，把所有的委屈都憋在心里生闷气。生闷气是会憋出肿瘤来的。当然也不是叫大家怒气冲冲的去跟别人大吵大闹，那样容易引发脑中风或心肌梗塞。正确的做法是要在情绪刚冒出来的源头加以疏导，像治水一样，用疏解的方式代替围堵。生气的时候先离开现场，去散个步，找个知心老友喝杯茶，吐吐苦水，把情绪的堤坝慢慢放水，堤坝才不会崩溃。我在安养院看过太多因为常年怨恨媳妇、气愤分家产不公的老人家，最后因为长期高血压引发中风，躺在床上度过余生，真的是非常不值得。说完了好的习惯，我们必须要严肃的来面对2个绝对要杜绝的坏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就是抽烟。抽烟会极大的增加罹患各种心血管疾病乃至癌症的风险。这在现代医学上是毋庸置疑的铁证。许多胸腔内科的专家都一再警告，长期吸烟的人群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肺气肿的风险，比完全不吸烟的人高出2到4倍，而罹患致命的肺癌的风险更是暴增了4到6倍。根据近年来的健康危害调查报告指出，大中华地区每年有上百万人因为吸烟相关的疾病而丧失生命。如果这个趋势不加以控制，未来这个死亡数字还会呈倍数增长。很多老烟枪总是喜欢拿一些极端的例子来替自己辩护，他们常常会说隔壁村的某某老伯抽了一辈子的烟，还不是活到了99岁，反而是那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谁谁谁60岁就得癌症走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叫做幸存者偏差。那个活到99岁的老伯是因为他的基因里刚好有极强的修复能力，这不代表香烟没有毒。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整体的科学统计数据，不能用极少数的特例来代表大多数人的下场。我曾在安养院照顾过许多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末期长辈，他们的晚年非常凄惨，肺部就像失去了弹性的破气球，连呼吸一口空气都像是在溺水一样痛苦，每天只能戴着氧气罩喘息，连下床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所以为了你自己晚年的生活品质，请立刻放下你手中的香烟。第二个要严格杜绝的坏习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那就是滥用抗生素。在我们台湾早年的社会，医学常识还不普及，很多人只要稍微感冒、发烧、喉咙痛，就跑到小诊所要求医生开消炎药，甚至要求打点滴。老一辈口中所谓的消炎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抗生素。感染科的专家每次提到抗生素滥用的问题都非常痛心。抗生素是拿来对付细菌感染的，但我们常见的感冒高达90%以上都是病毒引起的。这时候吃抗生素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反而会把我们肠道里面负责保护身体的好菌全部杀光。更可怕的是，不当使用抗生素会锻炼出不怕药物的超级细菌。当你真正生了重病，细菌感染需要用药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抗生素都失效了。这就是所谓的细菌抗药性。除了人类滥用之外，另一个大问题是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滥用。有些不肖业者为了让鸡鸭猪牛不生病长得快，会在饲料里大量添加抗生素。这些残留在动物体内的药物，最后透过食物链全都进了我们人类的肚子里。曾经有学术机构针对学龄儿童进行尿液检测，结果非常惊人，有将近60%的儿童尿液中被验出含有抗生素的代谢物，甚至还验出了只准许用在禽畜身上的兽用抗生素。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长期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在看病的时候，绝对不要主动要求医生开抗生素，也要尽量选择有产销履历、检验合格的肉品来源，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要破除2个关于长寿的常见迷思。第一个迷思是，老年人想要长寿，多喝水一定就是好事吗？我们常常听到电视上说每天要喝8大杯水，保持身体有充足的水分，对于维持生命运作确实非常重要。
水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温，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肠胃道的蠕动，预防便秘，还能有效排除体内的代谢废物。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饭前喝点水也可以帮助增加饱足感。但是喝水绝对不是越多越好，它不是决定寿命长短的唯一标准。过度频繁且大量的喝水，反而可能对健康造成致命的危害。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灌下大量的水，肾脏来不及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就会导致血液中的钠离子浓度被严重稀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水中毒。水中毒的症状包括严重的腹痛、恶心、呕吐、剧烈头痛，严重的甚至会意识不清、抽搐、昏迷。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很多人的心脏功能或肾脏功能已经开始退化，甚至本身就有慢性肾脏病或心衰竭的问题。这些器官已经无法承受过多的水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盲目的狂喝水，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下肢水肿，还会导致肺部积水，直接威胁到生命安全。因此，保持适量且正确的饮水习惯才是王道。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大约摄取1500到2000cc 的水分。喝水要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才猛灌。大家也可以观察自己早晨第一泡尿的颜色，如果是淡淡的青黄色，就代表水分刚好；如果是深黄色，就要多喝点水；如果清澈如水，可能就是喝太多了。第二个迷思是，想要长寿，拼命多运动就一定有用吗？刚才我们提过林医师动静结合的观念，适度且规律的运动确实是保持身体健康、预防常见慢性病的不二法门。长期坚持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心肺功能，提高免疫系统的作战能力，有效控制体重，更能大幅降低罹患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医学界普遍建议中老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会感觉到心跳稍微加快，有点喘，但还是能断断续续跟旁边的人讲话的程度。像是在公园快走，在游泳池里漫游，或是做水中漫步，骑室内脚踏车，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运动。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人老了，长寿的关键绝对不在于你一天能在操场跑几圈，也不在于你一天能喝下几公升的水。过了55岁之后，人体的修复能力大幅下降，我们必须要把保护关节和预防跌倒放在第一位。过度激烈的竞技型运动，或者是长时间负重爬山，反而会加速身体零件的报废。除了前面讲的适度运动和正确喝水之外，我根据30年的长照经验，总结了5件对于延长健康寿命有决定性影响的事情。第一是维持真正的健康饮食，不是说吃素就一定健康，有些素食为了好吃加了满满的油和加工塑料，那比吃肉还糟糕。真正的健康饮食是均衡和多样化，每天都要确保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像是鸡蛋、鱼肉、豆腐，这对于预防老年肌少症非常重要。同时要摄取大量的深绿色蔬菜、5颜6色的水果，并且把白饭、白面改成糙米、燕麦等全谷物，获取足够的膳食纤维。绝对要减少吃加工肉品，像香肠、腊肉以及那些高热量、高反式脂肪的糕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代谢症候群。第二件事是立刻停止吸烟，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解释过它的危害了。戒烟永远不嫌晚，只要你现在放下烟，肺部功能就会开始慢慢停止恶化。第三是严格控制饮酒。台湾人很讲究应酬文化，有时候会觉得喝点小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或许极少量的红酒对心血管有些微的帮助，但只要一过量，酒精就是明确的致癌物，它会直接破坏肝脏细胞，引发酒精性肝炎、肝硬化，同时也会大幅增加心脏病和脑中风的致命风险。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尽量不喝。第4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确保睡眠充足。
很多老人家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一天睡4-5个小时就够了，其实这是不对的。睡眠是我们大脑和身体进行细胞修复、清理代谢废物的黄金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失眠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心理压力暴增、免疫力全面崩盘，更会让记忆力快速衰退，加速失智症的到来。如果你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一定要去大医院的睡眠中心找专业医师评估，不要自己乱买安眠药吃。第5件事是学会减轻压力。现代社会不仅年轻人压力大，老年人也有很多无形的压力，担心没钱，担心生病，担心孤单。长期的慢性心理压力会导致身体持续分泌皮质醇，这种压力荷尔蒙会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导致严重的焦虑和忧郁症。我们要想办法找到抒压的出口，不管是去社区大学上课，去公园打太极，参加常青合唱团，或者是学会简单的深呼吸和静坐冥想，都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放松紧绷的神经。节目的最后，我要特别提醒所有55岁以上的朋友，有4个非常关键的医学检查项目，请你绝对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钱而忽略，这4个检查是能真正救命的。第一项是肠胃镜检查。我们台湾的大肠直肠癌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这跟我们的饮食习惯西化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细胞发生病变的危险性直线上升，很多大肠癌在早期根本没有任何症状，等到你发现大便出血、体重减轻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我强烈建议55岁以后，就算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一定要去做一次完整的大肠镜检查。如果发现了肠道息肉，可以在检查的当下就顺便切除，这就等于直接阻断了它未来变成癌症的机会。之后根据医师的建议，大约每3到5年追踪一次。第2项是心血管系统的详细检查。55岁是心脏血管疾病的一个大关卡，血管用了50-60年，多少都会有斑块沉积、血管壁变硬变窄的问题。除了基本的抽血看胆固醇之外，一定要定期进行静止和运动心电图的检查，有条件的话最好做个心脏超音波或者是颈动脉超音波。很多老人家平时看起来好好的，突然一个天气变化就心肌梗塞倒下，这就是因为没有提早发现血管已经严重阻塞。第3项是骨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隐形杀手，它平时完全不痛不痒，但只要轻轻一摔跤，甚至只是一个用力咳嗽，就可能导致脊椎压迫性骨折或是髋关节骨折。特别是停经后的妇女，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骨质流失的速度非常惊人。一旦发生髋关节骨折，很多老人家就再也站不起来，长期卧床引发肺炎或褥疮，1年内的死亡率极高。所以55岁之后，每2到3年一定要去做一次标准的双能量骨质密度检测，及早发现，及早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必要时使用药物治疗。第4项是眼科的全面检查。人老了，眼睛的零件也跟着老化，视力如果出了问题，会极大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连出门都会害怕，最后导致严重的社交退缩。我们台湾的老年人非常容易罹患白内障、青光眼以及黄斑部病变，特别是青光眼，它会悄悄地偷走你的视神经，等到你发现视野变窄的时候，视神经已经无法恢复了。所以每年一定要去眼科诊所点散瞳剂，让医师仔细检查眼底的视网膜和测量眼压，确保我们的灵魂之窗能够一直明亮到老。各位观众朋友，长寿绝对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它也不是靠吃昂贵的仙丹妙药得来的，它就藏在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一口饭、喝下去的一杯水、迈出去的每一步路，还有我们面对生活的那一份好心情里。听完今天林医师的养生智慧和我30年的长照经验分享，希望大家都能从今天开始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把这些简单但实用的观念落实到每一天的日子里。健康的大实话总是听起来有些平淡，但这才是真正能守护我们一辈子的金玉良言。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